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老公查出不育，我没办法做了试管，挨了几百针，受了无数罪，我终于平安生下孩子。可孩子出生后，老公却以孩子不是他亲生的为由，不管不顾。不仅如此，他还开始频频夜不归宿，甚至出轨，最后还染上了家暴的毛病，把我的一只眼睛打到了失明。我好好的人生全被他毁了。上天垂怜，再次睁眼，我竟回到了过去。这次我决定离他远远的，就让他自己在深渊中沉沦。再次睁眼，我回到了过去。我发现自己正坐在医院的椅子上，等检查结果。我瞬间惊醒，原来我是回到了2年前。前世因为结婚1年后都没有怀孕，林深一家怀疑我身体有问题，便要求我来医院做一个全面检查。我自己也有些怀疑，于是便趁着周末来了医院。可结果显示我很正常，一丁点问题都没有。于是我怀疑问题出在了林深那里，要求他也来医院检查。谁知他一听就怒了，说是损害了他大男人的尊严。还是后来过了很久，一直没孩子，林深才屈尊降贵的来医院做了检查。结果就检查出了他有死精症，这辈子注定无法拥有自己的孩子。后来林深一家恳求我做试管，可自从孩子出生后，林深就变了。曾经承诺会把孩子当成亲生的他，一改往日的态度，不仅对孩子不管不顾，对着我也是想骂就骂。他觉得我生下这个孩子就是给他戴了绿帽子，可当时明明是他自己同意的呀。公公婆婆也整日唉声叹气，说是我不守妇道，时不时给我气受。我不服，跟他们理论。林深转头就给了我一巴掌。从此后，我就生活在了地狱里。几年后，被打得双目失明的我，经受不住打击，跳楼自杀了。如今重活一世，我决定不再软弱，一定要赶紧离开林深这如同饿狼的一家。打定主意后，我就走出了医院，转而在网上找了几个检查报告的模板，去打印店打印了出来。我把报告揣到包里，就直接回了家。客厅里，林深正坐在电脑桌前打游戏，键盘噼里啪啦的响，时不时还夹杂着他的几句咒骂。公公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抽烟。明明有烟灰缸和垃圾桶，他却偏偏不用，非得往地上撒下一层的烟灰和垃圾。至于婆婆，则吃着我买的水果，悠闲自在。上辈子也不知道我的脑袋里是缺了哪根筋，嫁到了这自私的一家，还听了他们的劝告生了孩子。这次我可不会再傻了。我想，婆婆看我进来，翻了个大大的白眼，斜愣的眼睛问：回来了？检查结果出来了。本来吵闹的客厅，随着婆婆的一句话安静了下来。林深的游戏不打了，公公的烟也不抽了，一家人直直地盯着我。我嗯了一声，刻意装出了一副心虚的样子，把检查报告从包里拽出一个角，出来了。婆婆见我的窝囊样子，蹭蹭地走过来，把检查单子从包里扯了出来。她看了几眼，瞪大眼睛喊了出来：免疫性不孕，这是啥意思？我嗫嚅着，医生说就是体内具有抗体，所以不能怀孕。林深他妈听不懂，只问：那能治吗？能是能，就是得花很多钱，什么时候能治好也说不准。我这话刚一出，林深他妈嗷的一嗓子就叫了出来，一下子坐在地上。这是造了什么孽了？张小慧，你这个不会下蛋的老母鸡，可害惨我们了！你是想让我们家断子绝孙啊？林深他妈坐在地上，一边用力地拍地，一边哭喊：
鼻涕眼泪呼了一脸。我看了却心中想笑，这可是他的拿手好戏。往日里但凡有事办的不合他的心意了，他就使这一招撒泼打滚。以前我嫌丢人，只要他这样，就算我不愿意也多半会屈服。可如今我却觉得好笑，但愿来日他知道自己当成宝贝一样的儿子不能生，也会如此。林深和公公本还站在原地，看到婆婆这样后，都急忙走了过来。林深从地上捡起那张单子看了几眼，脸色难看。公公则捂着心脏的位置，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说着，身体摇摇晃晃的就要倒在地上。婆婆见状，泼也不撒了，赶紧起身把公公扶到了沙发上。林深也是一副孝子贤孙的样子，又是端水，又是拿药，三个人相亲相爱，唯独把我放到一边。还好，我早已看清了他们一家的真面目，此时一点伤心都没有，甚至还有些隐隐期待，假设有一天他们一家知道不能生的是林深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想着想着，我的嘴角就止不住的上扬，没想到刚好被婆婆看到了，她手指几乎要指到我的鼻子上，唾沫星子直接喷到了我脸上。老头子都被你气病了，你还有脸笑？你这个不孝顺的东西，我儿子被你坑惨了。妈，对不起，我没有。我装出一副窝囊样子，呜呜地哭了起来。妈，你可千万不要让林深跟我离婚啊！我不能怀孕，要是离婚了可怎么办呢？我这话算是提醒了林深他妈。对，我要让我儿子跟你离婚。你一个不能生的女人，还想赖在我们家里？谁给你的脸？你自己不能有孩子，还想连累我儿子？我现在就让我儿子跟你离婚。眼看着林深他妈落到了我陷阱里，我却哭得更加凄惨。不要啊，我不要离婚，我不能生，身上又没钱，可怎么活呀？医生说了，我这病可以治的，只要20万就能治啊！林深他妈听见这个面目更狰狞了。20万，把你卖了都不值20万，明天你们就去民政局离婚。林深他妈朝林深说道，只林深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并没有说话。婆婆把她叫到一边，你不会对她还有情分吧？我告诉你，你可别犯傻呀！她现在不能生，又没钱，你还跟她过什么？还20万，别说这20万能把病治好，不能。要是有20万，妈都能给你娶一个黄花大闺女了，那不比她强？你看看她，要个没个，要样没样，家里还是单亲的，他妈是个后妈。你说，要是真治病，她娘家能替她出钱？你可别犯傻呀！再说了，谁知道她到底为啥不能怀孕？兴许是打胎打多了。虽然林深他妈是压低声音说的，但那声音实在算不上小，在一边的我听的是清清楚楚。林深先前还没吭声，但当他妈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脸色一下子就黑了。他就是这样敏感又多疑，也不知道他因为这句话想到了什么，脸色几次变换，最后恶狠狠地说了句离。我神情难过，盯着林深一字一句地问道，你真的要离婚？他却躲闪着我的眼睛，离婚还能有假的？我妈说的对，谁知道你在外边做了什么，跟多少男人鬼混过，现在连个孩子都怀不上。我脑中突然想到了上一世，林深被检查出不育，再也无法拥有自己的孩子后，他跪在地上哭着求我，让我不要离开他，不要跟他离婚。后来为了他的面子，他还把问题安在了我的身上，所有人都以为是我的问题，殊不知他才是最终的罪魁祸首。也许他一直就是这样的自私冷漠，只是现在我才认识到他的真面目。我抬眼望去，婆婆得意，
公公坐在沙发上，板着脸不出声，但分明是十分赞同的样子。一家子自私鬼！我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一巴掌呼在林深的脸上：“放你妈的屁！我找男人，你可别在我身上扣帽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公司的那些破事。想要离婚可以，给我10万块钱，要不休想！”林深看我说出他公司的那些破事，恼羞成怒：“张小慧，你别太过分！他妈看见他挨打，疯癫的伸头撞了过来。你敢打我儿子，我跟你拼了！”看着跟牛犊子一样的婆婆，我赶紧闪到了一边，结果就是她收不住，一脑袋撞到了桌子上，头都被撞破了，血顺着额头滴了下来。林深他妈摸了一把，看见手上的红色，翻了个白眼就晕了过去。又是一场兵荒马乱，林深一家都去了医院，只有我自己留了下来。趁着他们不在家，我把自己的东西全都收拾好了。结果就是越收拾越心酸。在这个家生活了这么久，我所有的东西加起来也就2个行李箱，可真是寒酸。但我也没时间伤春悲秋，因为我知道等林深一家从医院回来，还有一场硬仗要打。果不其然，大概2个多小时后，林深一家回来了，他妈头上还顶着纱布。林深似乎想要替他妈报仇，一回来就捏着沙包大的拳头向我挥过来，可我早有准备，我反手拿起身后的菜刀挡在身前。林深愣了，他不敢再上前，只嘴里叫嚷着：“你有本事把刀放下！”我呵呵一声，傻子才把刀放下。因为这把刀的存在，林深一家都老实了许多。以前家里都是我来做饭，可现在都闹到这个地步了，我肯定不会再做了。而林深他妈受伤，林深跟林深他爸当惯了甩手掌柜的了，也不做。最后饿得实在没办法了，只能点外卖。关键是他们吃外卖吃出自豪感来了，看见一旁没得吃的我一家人又都洋洋得意的，真是搞不懂他们身上怎么这么多优越感。晚上林深想要进房间睡觉，被我一脚踹了出来，气得他在门口大骂：“神经病，不能生还这么硬气，谁给你的胆子？”可到底他顾及着手中的刀，不敢再多说什么。林深在客厅的沙发上将就了1个晚上，第2天就感冒了，这可把林深爸妈给心疼的，又把我好一顿骂，我只充耳不闻。就这样几天下来，林深一家怨声载道，他们是想把我踹出家门的，但是想让我净身出户，不想给我1分钱。而我也只认准了一件事，反正我不能生了，我就要赖在这个家。他们想啥都不给我，就把我扫地出门，那不能够。就这么僵持了几天后，林深一家同意给我3万块钱，虽然不多，但能在铁公鸡一样的林深家要来这些也不容易了。其实这也在我的心里预期，正是知道林深一家十分吝啬，我才故意狮子大张口要10万块钱。如果他们不同意，我再慢慢一步步妥协，最后达到自己的目的。达成共识的第2天，我跟林深就去民政局登记了。因为新婚姻法规定离婚有1个月的冷静期，所以在1个月后，我跟林深来领证，才算是真的离婚。自打跟林深登记后，那个家我也就没再回了。我花了1天的时间在外边找了一个房子，是村里的民房，虽然看着有些破旧，但离地铁走路也就10多分钟的距离，还算是方便。且因为这里是外地人的聚集地，街上卖吃的喝的很多，价格还便宜。总体来说，我还是比较满意的。1个月后，我们正式领了结婚证。说来好笑，我跟林深离婚的那天，他还带了他爸妈。当时我跟林深在屋里办手续，他爸妈就在门外等着。
等看到林深手中的红本本时，林深他妈笑得见牙不见眼。一会咱们去饭店里吃饭去，庆祝我儿子终于脱离苦海了，不像某个人哦，以后可就一辈子在苦海里边了哟。他趾高气扬地炫耀，有个人哦，怕是以后都难嫁得出去了，不像我儿子刚离婚就有媒人来打听了。这回哟，我可得给我儿子选个好媳妇，要好生养，还要孝敬公婆。我心里正高兴，碰见林深他妈在这添堵，也不在意。好，那就祝你们不孕不育，儿孙满堂。林深妈正高兴，听见我的话，还以为我真的是在祝福她。等念叨了几遍后，才反应过来，气得鼻子冒烟。可当时我已经在车上了，透过车窗，只看见她在后头跳着脚骂我。她找不到人发泄，只能硬生生地吃了好几粒降压药。而此时我已经回到我租的房子里了。其实说起来，林深一家敢这么欺负我，一是我远嫁，二则是他们知道我的娘家人并不是我的靠山。我的亲生母亲在我10岁那年就去世了，13岁那年爸爸娶了后妈，隔年后妈就生下了个大胖儿子。从此以后，我在那个家的地位一降再降，跟个佣人也没什么区别了。但凡是弟弟有什么问题，或者磕到碰到了，爸爸不问青红皂白，就会一个巴掌甩过来。自打我记事以来，很少得到过家人的爱，也正是因此，我在婚前会沉迷于林深的甜言蜜语，一毕业就结婚了。诚然如林深所说，我出嫁，家里什么都没陪嫁，所以我在那个家一直没底气，就连林深的爸妈时不时给我脸色看，我都不敢反驳。做饭是我，打扫卫生是我，伺候公婆还是我。若不是前世的经历，不知道我还要糊涂到什么时候。还好现在离婚了，租的房子虽小，但也能遮风挡雨。如今好好收拾了，也是很温馨的。最主要的是，这是我的地盘，我可以全意按照自己的想法布置，不用再害怕别人会突然的闯入，也不用害怕别人不高兴。在这里，我可以随心所欲。心头大患已经解决，我也有心思考虑以后的事了。上一世因为要做试管婴儿，隔三差五的就要去医院，公司因为我请假太多为由辞退了我，也因此后边我身上一点钱都没有，带着一个孩子想走都走不了。但如今我可要好好工作。有句话叫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钱就没有发言权。我并不是一个能力出众的人，所以只能选择勤能补拙。我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改变了同事们对我的看法。如今提起我来，他们都说我是拼命三娘。领导看我如此努力，也公开表扬了我好几次，还把公司的一个重要项目交给我来做，并承诺如果项目完成，会考虑给我升职。6个月后，我圆满完成任务，顺利升成主管。事业的顺利不仅给了我很大的自信心，更让我的腰包鼓了起来。毕竟项目的提成还是很可观的，因为平时经常需要见客户，我也开始注意起了自己的形象。我去理发店烫了卷发，还去健身房办了卡，下班后就要去练上1-2个小时。本来美容院我也想去的，但价格太过于昂贵，我就在家里自制面膜，煲些养生汤。如此下来，本来5分的颜色也变成了7分。许多同事私下里跟我说，我现在比刚来公司的时候好看多了。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原生家庭的原因使我天生自卑，做事畏畏缩缩。可因为前世的经历，我改过自新，也明白了靠山山会倒，靠水水会跑。
只有自己才靠得住的事实。我现在说白了，只是学会了怎么爱自己而已。人发光了，自然会吸引到别人。如今我的身边也有了追求者，是我合作单位的对接人，很优秀，但我却不敢接受。或许是我自己现在的内心还不够强大到接受一个新的人来走进我的世界，我还需要继续修炼。我这边一片岁月静好，而林深那边也迎来了他的新生活。自打林深拿了离婚证的那天起，林深他妈就放下话来，要给他儿子找一个黄花大闺女。只是说的简单，实现起来却并不容易。现在的小姑娘都不喜欢跟父母住，要有婚房，可林深家却只有一套房，嫁过来就得跟他爸妈一起住，这就导致很多人一听就拒绝了。而且林深本人的条件也不说多好，工资也只有8000块，况且林深他妈为了把林深撇出去，放出话来是因为我不能生育才离婚的。大家也不傻，谁能保证自己就一定能生育，而且一定就能生男孩呢？人生在世，谁也不能说是无病无灾，往后若是得个什么病，按照林深一家的做事风格，还不得立马跟你离婚啊？所以别看林深他妈折腾，但事实上林深可选择的空间并不大。不过听一个朋友讲，林深最近天天出去相亲，还真让他相到了一个姑娘。那个姑娘跟我一样，也是农村的，是家里的老大，父母双亡，只剩下他和弟弟。他生性坚强，拉扯着弟弟长大，以至于耽误了自己。现在弟弟结婚了，小日子也过起来了，他自己也快到30岁了，就想着把自己嫁出去。刚好想到了林深。刚开始林深是不太情愿的，因为这个姑娘比他还大3岁，且长相普通，他要面子，觉得人家姑娘配不上他。但他妈这些日子相看下来，也知道要是想找个漂亮的小姑娘不太可能了。人家选择这么多，怎么会看上一穷二白还离过一次婚的林深呢？林深在他妈的劝说下，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也同意了。可这日子啊，并不像他们想象中那般美好。那姑娘已经30岁了，一结婚就备孕，想要生孩子了。这倒跟林深一家不约而同。只是1年多过去了，那姑娘还没有怀孕，林深一家的脸色就又不好看了。平日里对那姑娘也开始不客气起来。但是那姑娘既然能一个人把弟弟抚养长大，又怎么会是一个忍气吞声的人？她直接去了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显示她一切正常。她要求林深也去医院，可林深此时也有些害怕了，毕竟一个没怀孕也是正常，2个没怀孕，会不会是她也出了什么问题？她越不去，那姑娘就非逼着她去，最后还提出了离婚。林深没办法，只能咬牙去了。结果这么一检查，就检查出了她不育。林深不信，又换了家医院检查，但结果还是一样的。这下可由不得他不信了。但幸运的是，那姑娘也并不是那种不能共苦的人。她提出要收养个孩子，但林深家不同意，说不是自己的孩子养不熟。那姑娘又说可以试管，林深一家还是不同意，事情算是僵住了。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生病的原因，林深总觉得大家看不起他，性子变得越来越难以琢磨，时不时就要大发脾气。那姑娘本就因为林深不能生孩子的事心生怨怼，觉得林深是骗婚，只不过不好意思直接提离婚罢了。可林深如今的骚操作一个接着一个，那姑娘再也不想忍了，直接提了离婚。林深家自然不同意，林深已经离过1次婚了，现在再离1次，那就离2回了。
何况他现在又刚检查出来不能生育，若是被人知道，以后还能找到什么好姑娘？林深一家百般祈求，只可惜那姑娘性子刚毅，决定的事不会轻易改变，婚最后还是离了。但据说闹得特别难堪，同个小区里住了几十年的街坊邻居都知道林深得了不能生孩子的毛病，他们互相打探，你们说他们家前一个媳妇到底能不能生？会不会是？大婶指了指林深家，他们家故意那么说的，那也不是没有可能，哈哈。原来2年离了2次婚这事，林深一家也说不过去了。面对邻居们总是投来费解的眼光，林深他妈只好为儿子强行挽尊说那姑娘身体有问题。结果这说法传到了那姑娘耳中，那姑娘狠狠闹了一通。这下大家都知道了，原来有问题的是林深。一传十，十传百，最后不知怎么的，就连林深公司的同事都知道这么回事了。林深嫌丢人，索性不去上班了。就这样，林深在家待了几个月，颓废的胡子拉碴。林深他妈一看不行了，又张罗着给他儿子相亲。可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他儿子不能生，又离了2次婚，谁都不愿意呀。后来也不知道他们是发了什么疯，竟然又找到了我，想让我跟他们的儿子复婚。中午下班后，我在公司门口看见林深他妈，还以为是做梦了，但很显然并没有。林深他妈已经扭着肥硕的身子走到了我面前。时隔1年7个月，我又一次看到他的脸。按说我会很生气，但不知道为何我的心中却甚是平静。儿媳妇，你下班了？林深他妈肥胖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谄媚地看着我。我皱眉，谁是你儿媳妇？可别乱说。嗨，妈知道以前妈有许多错处，可现在妈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已经改了。小慧，你就原谅我吧。林深自从跟你离婚后，心里总是不好受，把自己关到家里，到现在还想着你呢。小慧，你看你现在也没结婚，就跟林深把婚给复了吧。妈也想通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以后你们的事妈也不掺和了，没有孩子也没有关系，到时候收养一个就好了。如果不看人，只听这一席话，还以为林深他妈是个多善解人意的老太太呢。只可惜我很了解她的底细，就是不知道她今天来这一遭是她自己想来的，还是林深授意的。我嘴角勾起一丝冷笑，怎么，听说你儿子现在不能生孩子，又离婚了？这时候想起吃回头草了，可你也得看看这回头草愿不愿意呀。林深他妈没想到这事都已经传到我耳朵里边了，脸上刻意堆起的笑一下子没了。但他自然不能在外边承认他儿子有问题，只能一个劲的找补。那都是别人看我儿子优秀，故意编排的。我儿子有没有问题，我还能不知道吗？他离婚是因为林深的心里都是你，好家伙，还把他儿子离婚的事推到我身上了。可我可不想平白无故的背上一口大锅，只用杀死人不偿命的语气歉歉地说，哦，那他不要，我也不要。林深他妈还以为他一出马，我就会感激涕零地答应他呢，没想到却吃了闭门羹，心里恼怒极了，却又强压着跟我说好话，没想到又被我拒绝了。饶是他脸皮再厚，也接受不了了，在公司门口就嚷嚷起来了，你还以为你多金贵呢，还看不上我儿子？你一个不能生的，配我儿子不是挺合适的吗？你还指望着能嫁到别人家呀？也不看看你连个孩子都生不了，谁还敢要你？林深他妈3言2语就把他儿子卖了个干净，可他却看着人来人往的人群驻足停留，却愈发得意。
这就是一个蠢得不能再蠢的女人。她以为我会因为这些而屈服吗？我不会，重来一世。我早已学会不在乎别人的目光，而且人们也并没有像她想象中向我指指点点，反而纷纷指责她不地道。既然已经离婚了，就不要打扰对方。是啊，她以为她是谁？你听见她说的没？她儿子又结了一次，又离了，现在想起前妻了。哦，不是前妻。她该不会以为刚才她这么一闹就能达到目的吧？说真的，我真怀疑她脑袋有问题，非得来这告诉大家她儿子不行。林深他妈脸色绷不住了，就又想重复他那经典动作，往地上一坐就要撒泼。只可惜保安已经盯了他许久了，他一坐下就被保安一人抬一边扔到外边去了，只剩下他的叫喊声在空气中回荡。林深他妈的到来没对我产生多大的影响，只公司的同事知道我是因为不能生育被离婚的，看着我的神色总有些同情，但并没有轻视。领导偷摸地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需不需要先休几天假。对此，我婉言拒绝。说真的，林深他妈现在对我来说一点杀伤力都没，更何况我现在可不想请假，请一天假要扣好多钱呢。我打算婚前给自己攒一套房子的首付。当天晚上，林深就用一个陌生号码给我打来了电话，我一时不察，接了个正着。电话那头，林深气急败坏：“我知道你现在在看我的笑话，你也别得意，我是不育，可你也不能生，咱们半斤八两，你凭啥？”林深的话还想说下去，我却没耐心听了，直接挂断了电话。后来那个陌生的号码又打来了几次，直到最后他发来了几条谩骂的短信。他这是破防了，他该不会以为我心里还有他吧？以为我一定会答应他复婚的要求，可没想到备胎的我都拒绝了他，所以他受不了了。难保就是这样，一点挫折就打趴下了。后来林深他妈又明里暗里来找过几次事，但都被我挡了回去。估计他也知道没什么希望了吧，就放弃了，继续给他儿子相亲。直到几个月后，我在朋友口中听到林深又结婚了，这次的结婚对象带了一个5、6岁的小男孩。我暗自偷笑，这下林深一家不用担心没孩子了吧？只是后来又听说林深爸妈对那小男孩不太好，因为这个孩子妈妈跟他们天天干仗，此番种种暂且不提，指我跟合作客户在日益相处中感情也慢慢加深。那日林深他妈来公司闹了后的当天，他就跟我表了白，我思索再三答应了。事后我经常跟他打趣，人在脆弱的时候最容易被人趁虚而入。他却说他当时想到我被闹了一通，心里肯定无助得很，他想赶紧到我身边来保护我。我很感动，也许我应该勇敢一些。确定恋爱关系的第3年，我们结婚了，他为我举办了盛大的结婚典礼，我觉得很幸福。婚后的第2年，我怀孕了，6个月的时候，我的肚皮已经高耸。我和老公在商场的餐厅吃饭时，竟偶遇了林深。彼时他正跟着他的新妻子和孩子吃饭，看见我带着的肚子，他很震惊，愣在原地许久。也许这个时候他明白了许多，也许他的小脑人啥也明白不了，但关我什么事呢？我的大好日子才刚刚开始。故事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老公体检查出不孕不育，为了他的脸面，我主动提出做丁克，谁知转身我却撞见老公带小三去做产检。我质问老公，他当场提出离婚。我没有告诉他体检结果，就让这王八蛋去替别人养孩子吧。
这才是对一个男人最大的惩罚。但是没想到事情的发展，接下来古怪了。许小姐，这是您和您丈夫的体检报告，请收好。体检中心里，我看着自己和丈夫的体检结果，心情相当沉重。因为体检报告上的结果显示，我的丈夫竟然不孕不育。我叫徐美熙，今年24岁，在一家会计事务所当出纳。我的丈夫徐浩是我大学同学，我们上学时就确立了恋爱关系。毕业后2年，我们便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我原以为我们会和很多人一样，循规蹈矩的结婚生子，然后努力赚钱养娃，按部就班地过完这一生。但是眼前的体检报告告诉我，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我拿着体检报告，回想着这些年跟徐浩的点点滴滴。我们虽然穷到租房结婚，可我坚信我们的爱情能战胜一切。如果徐浩知道了自己不孕不育，这会对他造成多大的伤害，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回到家，我直接把体检报告给烧了。徐浩是个神经大条的男人，体检报告这种东西，就算摆在他眼前，他都不带看的。只要我不提这件事，时间久了，他就自然会忘了体检这回事儿。可我跟徐浩的感情向来很好，夫妻生活也常年保持激情。时间久了，我没怀孕，难保徐浩会产生怀疑与自我怀疑。不论是他自己偷偷跑去检查，还是他带着我去检查，最后的结果只会让他更加尴尬。所以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对徐浩说，我要做丁克。徐浩用一副温柔的表情看着我，把我抱在怀里，轻轻在我耳边说道，我喜欢的人是你，只要你喜欢，我都依你。靠在徐浩的怀里，听着他温柔的话语，我只觉得无比的安心。一个男人肯为了你选择做丁克家庭，你还能奢求什么呢？自从我们选择做了丁克，小日子过得那是让周围很多人都羡慕不已。没有生孩子的计划，我们不必考虑孩子读书问题，不需要硬着头皮在市区里选择狭小破旧且价格昂贵的学区房。我们直接在郊区贷款买了一套既便宜又舒适的5居室，一人一辆代步车上下班，平日里吃喝也不必精打细算。30岁以后，我一如当年大学毕业般青春美丽，而我的几个闺蜜却早已被奶粉尿片搞得苍老憔悴，身材走样。她们羡慕我没有孩子的拖累，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赚到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尽管偶尔午夜梦回，也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但这种想法也只是想想罢了。我在这段婚姻里已经得到了我心中最完美的爱情，这就够了。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便是我和徐浩结婚10周年纪念日。我以为我和徐浩能够像这样一辈子手牵手走到人生的尽头，然而突然出现的意外打破了我的幻想。闺蜜杨晓云给我打来电话，美熙，我看到徐浩跟一个女人从中心医院的妇产科出来，那女人还挺着个大肚子。我顿时生气地说道，小云，你把话说清楚了，这种事你敢拿来开玩笑？杨晓云，我都录像了，你等着，我把录像传给你。说完，杨晓云挂断了电话。没过一会儿，她就给我手机里传来一个视频文件。我打开一看，真是徐浩跟一个带着肚子的女人从医院的妇产科出来。视频里，徐浩看着那个女人，时不时看着对方的肚子，那关爱的眼神让我痛彻心扉。当初说好了做丁克家庭，为什么你招呼都不打，就突然给我来这出呢？我拿起手机就要质问徐浩，刚拿起手机，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徐浩不是不孕不育吗？这个女人肚子里的孩子真是徐浩的？我不相信。况且作为枕边人，我是一点都没发现他出轨的迹象。如果徐浩能这么完美的瞒着我出轨，这个男人该有多可怕呀！下午7点，徐浩如往常般回到家，表情没有半点破绽。我看他装得这么自然，心里的火再也憋不住，拿出手机打开视频，对着他咆哮起来。徐浩看着我，眼神逐渐冰冷下来。没错，我出轨了，这个我承认。本来我想过段时间再跟你说这件事的，但是既然你已经发现了，我就不做无用的辩解了。等下跟我去民政局办离婚吧。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我可以净身出户，不过请你搞快点，我快要当爸爸了。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出生在一个完整的家庭。听着眼前这个男人无情的话语，我完全没办法将他跟那个和我一起生活了10年的丈夫联系在一起。男人变起来为什么能这么果断？就为了一个孩子？就你徐浩配有孩子？那个突然冒出来的女人肚子里的孩子100%不可能是你的呀！我被你绿了，但是你也被别人绿了呀。不过我已经懒得去揭穿这一切了。你既然选择无情，那就别怪我也选择隐瞒。徐浩，你就用剩下的人生去给别的男人养孩子吧，这或许才是对你最大的惩罚。办完离婚后，徐浩就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面前，各种联系方式都被拉黑。我找到公公婆婆的住处，周围邻居却说公公婆婆前段时间把房子卖了，据说要移民去国外。这下我彻底死心了，想看徐浩的笑话都找不到人了。经历了这件事，我的心里出现了严重的创伤。我染上了酗酒的恶习，每晚在家夜酌，终日醉生梦死。某天夜里，我喝完酒，一个没站稳，在客厅滑倒，脑袋重重摔在瓷砖上，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嗡嗡作响。当我恢复意识，睁开眼睛时，我发现自己正坐在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体检中心。再看看手上拿着的体检报告，这不正是10年前我和徐浩在体检中心做的那份报告吗？当年报告上写的徐浩不孕不育，我为了维护他的尊严，没有把这份报告拿给他看，还傻傻地骗他说我喜欢当丁克。是我不喜欢孩子吗？这10年来，我无时无刻不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可我为了徐浩放弃了这一切，结果换来了10年后他的一纸离婚协议书。我那10年的坚持，现在想想全是可悲和可笑。拿着体检报告走出医院，我找了个打印店，把这份体检报告做了点小小的修改。回到家，我把体检报告递给徐浩，一言不发。徐浩拿着体检报告认真地翻阅着，然后眉头紧锁，低着头不说话。过了好久，徐浩抬头看向我，眼神里有了一些古怪的东西。你不孕不育？我点点头，是的，我在外面打了一份假的体检报告，我把我自己这份改成了不孕不育。既然你徐浩那么想要孩子，我这个不能生育的妻子，你还是赶紧跟我离婚算了吧。然而徐浩却并没有当场跟我提离婚的事情，而是故作轻松地说道：有没有孩子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你一直在我身边，这就够了。徐浩轻轻把我抱住，嘴上还在说着一些安慰我的话，最后更是说他原本就不喜欢孩子，正好我们可以当丁克家庭。我一时间不知道他此刻的话究竟是真是假。前世他也这么对我说过，可最后他却找了小三，举家搬到了国外。我拿出这份报告的原因是想让徐浩主动跟我提离婚，把他劝退。可如果徐浩不主动跟我提离婚的事情，
我也不好因为这事儿跟徐浩翻脸，毕竟从程序上来说，我被检查出不孕不育，丈夫选择包容，跟我组建丁克家庭。我要是再跟他离婚，多少也显得很没良心，甚至就算打离婚官司，我都找不到一个像样的理由。毕竟现在我们刚结婚，这个时间段我们的感情没有出任何问题。既然暂时找不到理由离婚，那么转念一想，前世我输得稀里糊涂的，那个小三就像突然冒出来一样。如果不是闺蜜凑巧看见了，我都不知道徐浩什么时候在外面有了小三，还有了孩子。现在我满脑子都是想的这件事情，徐浩到底是什么时候出轨的？那个女人又是什么时候跟徐浩搞到一起去的？想要弄明白这件事，我就不能和徐浩离婚，我要留在徐浩身边暗中观察，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心。对于一个重生者而言，重生到10年前，这个世界上简直遍地都是机会。既然决定留在徐浩身边观察，我自然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说实话，徐浩虽然家庭条件一般，但人长得确实够帅，再配上他1.82米的标准身材，当年也是大学的校草级人物。重生后跟他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我也没觉得自己有多吃亏，反倒是把他当成我的玩物，尽情的压榨。我现在是30多岁的虎狼之年的心理年龄，再加上20几岁青春少女的身体，着实把徐浩压榨得够狠，时常早上出门上班腿还在抖。我就不信了，这样你还能有精力去找小三？搞定徐浩之余，我也把心思放到了搞事业上面，靠着前世的记忆，后面10年的国内外大事小事，各种风口浪尖，我都心里有数。我前世原本就是做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的，各种工作室的运营流程我都烂熟于胸。重生回到10年前，回到那个风口浪尖的时代，我正好可以大展拳脚。再加上前世我平日里喜欢炒股票玩基金，尽管亏多赚少，给大 A 交了不少学费，可如果能重来一次，那就相当于同样的卷子让我对着标准答案再考一遍。这10年的金融市场，我不能说是了如指掌，但每年的几只龙头股，我基本上也是倒背如流，重活一世。赚钱反倒成了我最不担心的事情。炒股，再搞个短视频工作室，跟着时代的东风，提前把后世那些流行爆款短视频做出来，再招一批专业团队，提前布局直播带货，把未来直播界的一哥一姐提前招募到我的公司，一个个小目标进了我的私人账户。公司和股票2条路突飞猛进，我成了国内白手起家的明星企业家。我们搬离了结婚时临时租住的出租房，住进了花园小区，再搬到豪华别墅，再入住市中心黄金地段大平层。而我始终不忘初心，对徐浩的观察从未放松，甚至在我赚到钱以后，更是花钱雇佣了专业团队，全天候的对徐浩进行跟踪观察。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我故意给徐浩办了许多随便刷的银行卡和信用卡，甚至还偶尔给他包个大大的现金红包。对于徐浩的消费，我也从来没有过问，只希望他能早点露出他伪善的庐山真面目。只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徐浩对我始终如一，从来没有被发现过出轨的迹象，甚至他还会主动跟身边出现的女性保持距离。我给他的钱，他也没有乱花，除了必要的开销，他的消费习惯简直和前世没多少不同。徐浩和前世最大的区别，大概就是这一世，当我赚到第一个小目标后，
他用我给他的钱开了一家画室，前世他就喜欢画画，可惜后来由于生活的压力，他放弃了自己最喜欢的东西。这一世，我们有了稳定且优越的生活环境，他开始追求起了自己内心向往的生活。我经常下班后去徐浩的画室，看着他坐在画板前认认真真画画的样子，只觉得这个男人竟然更有魅力了。而且徐浩的画里，女主角永远都只有我一个。他喜欢用画来记录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感性的完全不像是耿直的狮子座。时间久了，我都开始怀疑是不是因为我这一世变有钱了，徐浩没了出轨的念头，真的打算死心塌地跟我过一辈子了。除了没啥事业心，心安理得的靠我养着，躺平享受生活外，徐浩身上完全看不到半点向渣男转变的迹象。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过上了前世想都不敢想的奢华生活。可徐浩在我面前却始终和当初结婚时一样。慢慢的，我的心也开始纠结起来，我真的要这样一辈子防着他？说到底，我能嫁给徐浩，是因为我真的爱他。这一世，如果他真的打算跟我好好过，我能把前世的遭遇当作不存在吗？我反复地问我自己，可每次得到的答案都是不可能。这个男人之所以现在还没变心，无非是贪图我创造的财富。男人没有背叛，是因为背叛的筹码还不够，而不是他不想。狗改不了吃屎，终有一天他还是会选择背叛，就像前世那样冷酷无情。只能说前世我被他伤得太狠，没有前世经历过他的那种突然变脸。我是真不知道这个男人从温情款款到翻脸不认人，只需要短短的几秒。原谅他，我说服不了我的内心。时间就这么一天天，一年年地从指缝间流逝，转眼就到了我跟他结婚的第7年。都说婚姻里有一个7年之痒的传闻，前世我倒是没有经历过这个，可能是我们做丁克夫妻没有因为养娃而让生活太过拮据，也有可能是我们之间的感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还记得当时我问徐浩，为什么我们之间没有7年之痒？徐浩笑着说，可能是他有特别的止痒方式。我当时以为他在跟我玩荤段子，缠着他给我止痒。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我们结婚7周年纪念日的这天，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女人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徐浩带着一个年纪比他略小的女人出现在我跟前，满脸笑意地给我介绍着：“老婆，这是我妹妹徐佳，你还有个妹妹，亲的，是不是看着不像？”我看着徐佳，心中涌起阵阵惊雷。这不是前世老公找的那个小三吗？怎么摇身一变成了徐浩的妹妹？我假装淡定地跟徐佳客套着，转身就让人去调查徐佳的身世。结果让我惊讶的是，徐佳和徐浩还真是同父同母的兄妹。徐浩上大学时，徐浩的父母离异，徐浩跟母亲留在国内，徐佳跟父亲去了美国。后来徐浩的母亲选择再嫁，也就是我现在的公公。因此我一直没见过徐浩的亲生父亲，也不知道他还有个在国外的妹妹。可是问题是，如果徐佳是徐浩的妹妹，前世他们装成婚外情又是个什么状况？或者说这对兄妹之间其实有某种不可明说的禁忌关系？他们玩真的？这似乎不太可能，因为前世就连公公婆婆也配合他们一起去了国外。这要是亲兄妹，徐浩的爸妈能答应这门亲事？我不是很好下判断，装作若无其事地招待着徐佳，继续暗中观察。徐佳和徐浩虽然全都是帅哥美女，但论长相，
两人看上去真的没多少兄妹相。徐浩是那种瘦长脸的帅哥，身材也是标准的男模身材，又高又帅。徐佳却是个圆圆的娃娃脸，身材也略显较小，刚刚1.6米出头，比我还矮半个脑袋。后来我看了徐浩手机里的照片，我才知道徐浩长得像他爸爸，而徐佳长得更像他妈妈。出于对前世经历的深刻记忆，我对徐佳始终保持着一份防范心理。我不知道他接近徐浩到底有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前是丈夫陪着她偷偷去医院做产检的画面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如果前世她也和现在一样，早早就在国外嫁人了，那么当时她肚子里的孩子铁定不是徐浩的。可徐浩为什么要骗我，还不惜净身出户跟我离婚？这里面肯定藏着我不知道的事情。徐浩自从徐家来了以后，经常晚上带着徐佳出去逛街，兄妹俩的感情好到让我这个妻子都有些嫉妒。我派人暗中跟随他们，确保他们不会做出更出格的事情。不过徐佳这次回国只是单纯的探亲，在徐浩招待他玩了半个月左右，他就跟我告辞，提着行李回了美国。徐浩跟我说，他妹妹在美国已经结婚好几年了，孩子都已经生了2胎。我看了看徐佳和她丈夫孩子的合照，心情忽然有些疲惫。如果徐佳真的仅仅只是来国内看她哥哥，我这样来回调查她是不是有点过了？徐佳走后，我的生活慢慢回到熟悉的节奏。我深知自己不是那种事业型女强人，现在能赚这么多钱，也不过是沾了重生的光。接下来的2年，我陆续关闭了先前开的几家公司，又慢慢在股市清仓，收拢资金。我打算在我未卜先知的这10年时间结束前套现离场，带着20多亿的存款潇洒过完余生。跟徐浩浪费了这么多年时间，我感觉真对不起我重生者的实力。这些年围绕在我身边的优质男人络绎不绝，我却始终守着徐浩这么一棵树活着。哪怕这一世徐浩并没有背叛我的婚姻，但前世的背叛始终是我心里的一根刺。我已经不想再在徐浩身上浪费时间了。你是真的对我一片真心也好，还是心怀其他目的，对我来说都已经不再重要了。我不可能2辈子都栽在同一个男人身上，这一世我已经浪费了快10年时间，接下来我要为自己而活。徐浩看到我递上去的离婚协议书，看上去心情特别的平静，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激动。他平静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给了我一把钥匙，这是我画室的钥匙，里面的画我不打算带走了，随你怎么处理。我没有亏待徐浩，离婚时给了他一大笔钱，他也没有拒绝。我原以为我这婚离得心安理得，可当我面对公公婆婆那失望的眼神时，我的心还是像被刺了一下，眼神不敢和他们对视。离婚后，我过上了如梦似幻、花天酒地的生活，整天和一群富豪太太们玩在一起，格调越玩越高，底线越玩越低，就这样疯狂了几年。某天回到家，我看着墙上挂着的徐浩留给我的一幅我的自画像，突然想知道徐浩现在过得怎么样。按照徐浩的性格，他多半会找个小地方，拿我给的那笔钱买几套房子，然后安安稳稳地躺平当包租公吧。我找来熟悉的私家侦探，让他们去查查徐浩的现状。结果不到半天时间，私家侦探就告诉我，徐浩死了，跳楼自杀。轰的一下，我的脑海就像被锤子狠狠地砸了一下，几乎站立不稳，瘫倒在地上。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自杀？还是跳楼自杀这种极端方式，
我打电话找徐浩的爸妈，想要问个明白，但二老都不接我电话。我派人去查二老的住处，他们也提前搬了家，有意避开了我。甚至徐浩自杀的地点都在东北的一个不知名小县城里，压根没有在互联网上引起多大的动静。如果不是我找的私家侦探能量巨大，说不定我到死都不知道徐浩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可究竟为什么他要自杀？是因为我跟他离婚，还是我这些年在外面花天酒地被他知道了？还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别的原因？当晚，我一个人坐在徐浩留给我的画室里，看着徐浩为了留下的一幅幅画，我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酒，想要借此麻醉自己。当我再度醒来时，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再一次回到了10多年前的那个下午。我坐在医院走廊的凳子上，手里拿着我和徐浩的体检报告。我这是陷入了时间循环，一时间我有些不知所措，坐在凳子上思考着重生的意义。许久之后，我拿着体检报告走出体检中心，随后直接回到了家中。这一次，我不想再做改变，我要和最初的那一世那样，看看徐浩和徐佳到底演的是哪一出。回到家，我把体检报告丢进了碎纸机，然后和第一世那样告诉徐浩，我想要做丁克，一切都和之前一样。徐浩对我这种任性的要求没有半点责怪，回到我的还是那句话，我爱的人是你，只要你喜欢，我都依你。这一刻，我忽然想起上次重生后，我把离婚协议书递给他时，他的表情一如现在这般，只要我喜欢，他都依我。不知怎地，我忽然有种自己在做坏事的感觉。徐浩和前2世并没有什么不同，每天按时上下班，然后和我过2人世界。日子虽然不如上一世那么富裕，但这种久违了的平淡生活却让我有种甘之如饴的感觉。时间一晃，又到了我和徐浩结婚10周年纪念日。在我的刻意关注下，徐浩这段时间的反常被我留意到了。他谎称加班，跑到机场去接徐佳，然后安排徐佳住进了酒店。徐佳看上去像是怀孕了。徐浩加班的次数开始变多，一切都和我印象中的一样。最终，徐浩陪徐佳去医院做产检，凑巧遇到了我的闺蜜杨晓云，被杨晓云偷偷用手机录像发给了我。我找到徐浩，把手机里的视频打开，放到徐浩跟前。你不打算跟我解释解释吗？有什么好解释的？你不都看到了吗？我要当爸爸了。当爸爸，你知不知道自己10年前就已经不孕不育了？10年前不孕不育不等于现在也不孕不育，医学是会进步的。徐浩，你还要嘴硬到什么时候？我嘴硬，我只是想要一个孩子，我不想再陪你当丁克了。看着徐浩还在装，还在演，我气得发笑。呵呵，你想要孩子没问题，但你能跟徐佳能生孩子，她不是你妹吗？徐浩和徐佳顿时被我的话给镇住了。从徐浩震惊的眼神里，我能看到无数个小问号。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即便是被我拆穿了，徐浩也依旧要跟我离婚，态度坚决，完全不肯退让。我跟徐浩大吵了一架，心情烦闷地跑到家附近的公园吹冷风。不知坐了多久，忽然一个牵着孩子的女人出现在了我跟前。我抬头一看，有些印象，但一时半会儿想不起她是谁。是你。女人跟我年龄相仿，牵着的孩子看上去也不到2岁，肉嘟嘟的很可爱。她抱着孩子在我身边坐下，上下打量了我几眼，就问道：你现在跟你丈夫感情还好吗？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看着她的脸，心想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女人笑了笑，
对我说道：“我是性生活体检中心的医生，我记得大概是10年前，你和你老公一起在我们那儿做了个健康体检。”我顿时想起来了，算上这次重生，我足足在体检中心见过他3次了。不过我很奇怪，10年前的事情，你怎么到现在还记得？女人笑着对我说道：“当年你老公看到体检报告后，给我包了200块的红包，求我帮忙把体检结果改了一下。我从业这么多年，就做了这么一次违规的操作，再加上我们住得近，偶尔也能在街上遇到你和你老公，所以就记住了你们的样子。”我愣住了，你是说我老公看过体检报告后，走后门请你帮忙改了结果，然后才把体检报告送到我手上？女人点点头，是的，虽然我答应了你老公这件事不会对你说，但是算算时间，也差不多10年了吧。当初你们俩的体检报告上，实际上最初应该是你不孕不育才对。你老公怕你多想，又害怕结婚以后多年没孩子，就干脆让我把报告改成了他自己不孕不育。听到这话，我的脑海里顿时回想起了我第1次重生时，我拿到体检报告时，去附近的打印店把报告给改了，改成我自己不孕不育。当时老公看我的表情十分古怪，现在想起来简直太丢人了。他怕我想不开，就让医生帮忙把检查结果改了。原本是我不孕不育，结果改成了他不孕不育。我拿到报告后，我想要跟他划清界限，又把报告改成了我自己不孕不育，等于是把检查结果还原了。难怪他当时看我的表情会是那样，换我也绷不住呀。所以一直以来，不孕不育的人其实是我。明知道跟我在一起不会有孩子，徐浩还跟我过了足足10年。可10年后，他为什么又突然翻脸要跟我离婚呢？这种事我就不方便再问旁边的女医生了，毕竟我跟他真不熟。但是结合前2世的经验来看，徐浩这次作妖绝对不是他口中的想要一个孩子那么简单。毕竟第1世和第2世，无论是他不孕不育还是我不孕不育，徐浩都没有和我分开。问题就出在这第10年，一定是有什么事情是被我忽略的了。我找到闺蜜杨晓云，把我知道的信息告诉了她。什么？你说那个女人是他亲妹妹？你不会被徐浩忽悠了吧？我看着这2人也不像啊，千真万确，我100%肯定他们的兄妹关系。但是你说徐浩拿亲妹妹出来跟我演这一出，被我拆穿了，还非要跟我闹离婚，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呀？杨晓云笑道：“男人嘛，不是图色就是图钱，他要跟你离婚。他跟你提了财产分割没？”我摇摇头，他说他接受净身出户，房子存款都留给我。杨晓云倒吸一口凉气，不图钱，那就是外面真有人了。我摇摇头，他外面也没别的女人，这点我100%肯定。杨晓云一愣，这个你怎么肯定？我凑到他跟前，小声道：“他每天至少给我交2次公粮，不可能有精力在外面乱来。”杨晓云眼睛都红了，你在这儿给我显摆个什么劲呢？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我嘿嘿一笑，举手示意他继续分析。杨晓云沉思片刻，不图财，不图色，那说明他一定有了非离开你不可的理由。你有线索吗？我想起第1次重生后，我跟徐浩10年后离婚，徐浩搬去了东北偏僻小县城跳楼自尽的事情，不会是借了高利贷，怕连累我，所以跟我做财产切割吧？不对不对，前世我那么有钱，他欠再多高利贷对我来说都不是事儿，那就是得罪了什么不该得罪的人，怕连累我。也不对，
他前是一个宅男画家，能得罪什么人？我想不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跟杨晓云喝了几杯闷酒，就离开酒吧，各自回家。家里果然没有徐浩的身影。我给徐浩打电话，他说他在酒店陪妹妹，妹妹明天就要回美国去了。我问他到底为什么要跟我离婚，他支支吾吾，不肯跟我说实话。我果断挂了电话，直接出门打车去了公公婆婆家里。二老看到我也没有很意外，和往常一样端茶倒水，殷勤地招待着我。公公婆婆都是普通的退休工人，我是个孤儿，没有爸妈。当初跟徐浩租房结婚后，过了几年，二老就拿出他们一辈子的积蓄帮我们凑了个房子的首付。我自己没有爸妈帮衬，买房压力全都给到他们二老。说实在的，我到现在心里都很过意不去。公公看着我叹了口气，还没等我开口问，他就主动跟我说出了真相。徐浩有家族遗传病，前段时间上班时忽然晕倒，送到医院一查，白血病晚期。徐浩不想让我知道这个消息，他甚至不想让我看到他病魔缠身时的样子，因为他知道，如果我看到他那个样子，我会比他更加难受。所以徐浩找来了久不联系的妹妹，帮他做这个局，想要快刀斩乱麻，先跟我把婚离了。等我生气冲动之下跟他把婚一离，他就会以最快的速度从我的生活里消失，搬到一个我找不到的地方，过完余生。二老原本也和徐浩商量好了，把家里的存款和房子都留给我，毕竟我是个不孕不育的女人，下半辈子得有套房子做依靠。可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二老还没商量好怎么跟我说，情急之下就什么都跟我坦白了。我打电话给了徐浩，告诉他我就在公公婆婆家里，他们什么都跟我说了。徐浩在电话里叹了口气，说让我给他点时间。几天后，徐浩回家了。徐家已经回了美国，徐浩跟个没事人一样，和我嘻嘻哈哈，绝口不提自己白血病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一想到前不久我还每天逼他交2次公粮，心里就愧疚到想要撞墙。事情讲开了，徐浩也没再提离婚的事情。不久以后，他再度上班时晕倒，被同事送进了医院。这次比上次更加严重，他开始了长期住院，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日渐消瘦。我生怕他和前世一样，偷偷找地方跳楼，干脆辞了工作，一门心思在医院里陪着他。就这样过了大概半年时间，徐浩安详地走了。临走时，他的表情带着微笑，还紧紧拉着我的手。我操办完徐浩的葬礼，干脆让公公婆婆搬来和我一起住，余生里我就是他们的亲女儿。我要代替徐浩帮他照顾父母。然而当我在家里的灵堂里守着徐浩的照片，过完头七，一觉醒来后，我发现自己第3次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地方——医院里。我拿着已经被徐浩更改过的体检报告，直接把它丢进了垃圾桶。这一世，我要拼命赚钱，每年送徐浩去最好的医院，做最全面的检查。我相信这个时间轮回不是没有意义的。前3次我都没能守好我人生中最珍贵的那个男人，这一次我要和死神抢人，谁也不能再把他从我生命里夺走。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